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有一個人仿佛來自未來，他用鋼鐵與火箭書寫傳奇，用狂人般的執着踐行夢想。他就是埃隆·馬斯克。他的童年孤獨而沉默，飽受欺凌，卻始終不向命運低頭。在北美從白手起家成為全球首富，馬斯克用他的執着、瘋狂和創新，打造了改變未來的帝國。電動汽車、私人航天、人工智能，甚至要把人類送上火星，馬斯克的每一步都寫滿爭議與突破。他的故事不僅僅是財富和成功的傳奇，更是對極限的挑戰、對夢想的固執追求，以及在無數質疑聲中仍堅持改變世界的不屈意志。這不僅是一段創業史，更是一場對未來的執念，一場關於天才與瘋狂、理想與現實的較量。大家好，我是南風。本期我們一起走進他的故事。馬斯克出生在南非比勒陀利亞，一個典型的白人中產家庭。他的母親梅耶·馬斯克是一位加拿大裔模特兼營養師，父親埃罗爾·馬斯克是一位工程師。這個家庭經濟不算拮据，卻缺少溫暖。他從小就展現出一種超齡的沉思，因為他經常發呆，叫他沒反應。他媽媽以為馬斯克耳朵有問題，就帶着他去醫院檢查耳朵。醫生檢查完後卻告訴他，你兒子的耳朵沒問題，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腦子裡，擁有非常驚人的專注力，這不是誇張。小馬斯克不到10歲時已經讀完了百科全書、牛津詞典，還迷上了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這是一部構想銀河帝國與超人類文明的巨著。他自己後來回憶說，那種廣闊到幾乎不可思議的世界觀深深影響了我。但在學校，他並不受歡迎。他個子瘦小，說話帶點鼻音，不喜歡體育，只喜歡書和電腦。這樣的小孩在那個拳頭才是王道的環境裡，自然成了欺負對象。他們會跟我說話，像是要做朋友，結果下一秒就把我按在地上碰。馬斯克回憶這段經歷時語氣平靜，但你能感覺到那些創傷很深。這些照片所描繪的最嚴重的一次，他被推下樓梯，摔得臉部變形，進了醫院。但他父親卻怪他不會反擊，這讓他更加孤僻。這些痛苦並沒有摧毀他，反而塑造了他後來那種只靠自己的信念。他不再寄希望於外界的善意，而是想創造一個不需要依靠別人的世界。1983年，12歲的馬斯克學會了 Basic 編程語言，僅僅用一本手冊和一台簡陋的電腦，他自學寫出了 Blastar。這是一個太空射擊小遊戲。這個遊戲後來被一份技術雜誌 PC and Office Technology 刊登出來，馬斯克賺到了人生第一筆收入500美元。你可能覺得500美元不算什麼，但你想象一下，一個12歲的小孩，沒人教他寫代碼，沒人幫他聯繫出版，他卻憑一己之力完成了一個作品並賣了出去。這在當時就是少年喬布斯級別的表現。1988年，南非當時仍是種族隔離政策下的國家，黑人受到系統性的歧視，而白人青年則必須服兵役。馬斯克對此極度反感，他決定離開南非，投奔在加拿大的母親，擺脫兵役，也遠離他那個控制欲極強、情緒化的父親。關於父親，他後來有一句話非常狠：我父親是個真正的惡人。在馬斯克口中，惡人這個詞不輕用，可見他們關係多麼緊張。他背着行李踏上前往加拿大的旅程時，口袋裡只有幾百美元。他在加拿大親戚家之間輾轉打工，幹過農場活，砍過木頭，產過穀物，日子非常艱難。因為他知道這是開始而不是終點，他要的是一個可以自由想象未來的地方，而加拿大是通往美國的跳板。幾年後，他終于如愿進入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令人驚悚的是，他選擇了2個看似不相關的專業，經濟學和物理學。白天他上沃頓商學院的課程，晚上他泡在物理實驗室。他的朋友說，伊朗根本不是正常人，誰會把學業當作樂趣？可對馬斯克來說，這正是快樂。他認為經濟學能讓我理解社會如何運作，而物理能讓我理解宇宙如何運作。這2者構成了他後來的所有創業思維，宏大的目標加上冷酷的算法。從南非小鎮到美國精英大學，從孤獨被欺負的孩子到編程天才少年，馬斯克走了一段看似無人幫助，全靠自己打拼的路。他的性格也是在這一路上打磨出來的，孤僻、敏感、邏輯至上，不依賴人。
這些性格可能讓他在人際關係上並不討喜，但卻是他能撐起 SpaceX、特斯拉這些不可能任務的基石。你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個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少年降臨在地球上，既不被理解，也不願妥協，但他心中一直有一個宇宙，一個遙遠卻清晰的未來。而這個未來的第一步，就從一個被推下樓梯的小男孩悄悄開始了。他漂洋過海，從南非輾轉來到美國，讀完賓大經濟和物理雙學位。那他是怎麼從一名窮學生變成手握千萬美金的創業者的？這個轉變不靠家裡一分錢，不靠背景人脈，靠的只有兩個東西：代碼和不要命的工作熱情。1995年，互聯網還是個新鮮玩意兒。當時谷歌還沒誕生，亞馬遜剛上線賣書，沒人知道什麼叫在線地圖，本地商家搜索，更沒人想到這些東西有多大市場。但馬斯克看見了，他說：“我當時能清楚地感受到，互聯網是歷史級別的浪潮，機會太大了。”這就是他的一大天賦，比別人提前幾年看見未來的樣子。他和弟弟金巴爾·馬斯克湊了點錢，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 Global Link Information Network， 不久改名為 Zip2。這個項目的核心是為本地商家和報紙提供在線城市指南。簡單點說，他們要做一個互聯網版的黃頁，加上地圖導航、商家推薦。媒體內容系統，這聽上去今天很普通，但在當時簡直像外星科技。創業初期，他們租了一個破辦公室，沒有床，沒有廚房，甚至沒有淋浴，他們就打地鋪，睡在電腦桌旁。馬斯克一天工作20個小時，白天出去見客戶拉投資，晚上自己寫代碼，真正的卷王級別。後來馬斯克在一次訪談中回憶：“我沒有公寓，把辦公室當家用，洗澡去 YMCA 健身房。有一次我連着工作3天，第3天腦子開始冒煙了，覺得自己快掛了。但產品寫完了，他不是在講辛苦，他是真的把命投進去了。”不同於那些只會寫代碼的工程師，馬斯克不光技術強，他知道怎麼做出別人願意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會講故事。ZIP2的核心邏輯是，互聯網不是新奇玩具，而是能為傳統行業賺錢的武器。1996年，他們拉到了來自摩根士丹利背景的風險投資人投資，投了一筆大概300萬美元的資金。但這個機會也讓馬斯克第一次嘗到被架空的滋味。投資人不信任他這個小年輕，讓他讓位於一個更有管理經驗的 CEO， 而他只能做 CTO， 負責產品和技術。他非常不甘心，他甚至偷偷寫信給董事會表達不滿，還想奪回控制權，但被拒絕了。我很喪，但我不能讓情緒阻止公司成功。他忍了下來。這一次他學會了一個教訓，在拿錢之前，你要想清楚你是否能控制局面。1999年，互聯網泡沫正瘋狂膨脹，科技股大漲，所有公司都在搶技術、搶市場。電腦巨頭康柏最終以3.07億美元收購了 Zip2。當交易完成那天，年仅27歲的馬斯克從一個背着電腦睡辦公室的程序員，一夜之間變成了擁有2200萬美元的富翁。拿到錢之後，他直接把這筆錢中的大部分投入到了下一個項目，一家名叫 XCOM 的在線金融公司，而這家公司後來就成了你熟悉的 PayPal。馬斯克的第一桶金不是中彩票，不是靠關係，他是把人塞進了時代的洪流裡，然後用熬夜、代碼和倔強拼出了一張通往未來的船票。就在創辦 PayPal 成為億萬富翁之後，他在公司最輝煌的時候被趕走了。這不是小說，這是他真實的經歷。1999年，馬斯克剛從 Zip 2套現2200萬美元，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立刻把其中1200萬美元投進了新公司。這家公司做什麼？一句話，互聯網銀行。在1999年，這個概念簡直是科幻小說。當時的人還習慣排隊去銀行櫃檯，很多人根本不信任網上轉賬這回事兒。可馬斯克非常堅定，他認為傳統銀行效率低、費用高、系統落後，必須被徹底顛覆。我想把金融做成實時自動化，要讓銀行像發郵件一樣簡單。XCOM 的野心很大，它不僅支持網上轉賬、儲蓄賬戶，還提供信用卡、投資組合，甚至想要定制化金融服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的支付寶。
微眾銀行、理財通，而這是發生在1999年。馬斯克主導產品設計，親自參與界面開發，他每天工作18小時，近乎偏執。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他對風險控制幾乎為零，流程混亂，很多細節不嚴謹，加上技術上的 bug， 客戶數據頻頻出錯，一些投資人開始不安。與此同時，一個叫 Confinity 的小公司推出了另一個支付產品 PayPal。它的理念更簡單，讓人們通過郵箱地址快速匯款 ，PayPal 用起來比 X.com 更方便，傳播更快，尤其在 eBay 二手交易平台上大受歡迎。兩家公司很快卷入了支付戰爭，燒錢打廣告、搶用戶，甚至瘋狂到你用 X.com 轉賬，我們送你10美元。這種撒錢速度就像現在的燒錢外賣大戰。最後，雙方意識到再打下去誰都活不久，於是選擇合併。2000年3月 ，X.com 與 Confinity 聯手合併後，馬斯克是最大股東，並繼續擔任 CEO。但這只是風暴前的平靜。合併後的公司雖然名義叫 X.com， 但大多數人更偏愛 PayPal 這個名字，產品也在朝着 PayPal 方向演化。問題出在馬斯克過度理想主義的領導方式，他想用微軟技術重寫整個平台架構，這引發了技術團隊的強烈反對。他固執不聽建議，導致內部矛盾日益加劇。2000年9月的一天，馬斯克飛往澳大利亞度蜜月。就在他在飛機上飛行的數小時裡，公司董事會秘密投票罷免了他 CEO 職務，換上了 Confinity 創始人彼得·泰爾當 CEO。當飛機落地，他收到的信息是 ：Elon， 你被投票趕下台了。這是一記當頭棒喝。他曾是公司創始人、最大股東，卻因為過於強勢和技術決策失誤，被合夥人聯手驅逐、屈辱還是放棄。換作普通人，或許會怒而離場，但馬斯克沒有。他選擇留下來繼續當董事會成員，看着 PayPal 在彼得·泰爾的帶領下走向穩定。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說：“雖然我對技術路線持不同意見，但公司成功比我的面子重要。”這句成功比面子重要很關鍵。馬斯克是偏執的，但他不是死要面子不要結果的狂人，他知道什麼時候該放手。2002年 PayPal 被eBay以15億美元收購，馬斯克憑借當初的股份分得了1.8億美元，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桶金，更大的一桶。這一年他才剛剛31歲，卻已經2次從0到1，又從1到億。這一次他輸了權力，但贏得了經驗。如果說 Zip2 是他闖入世界的門票，那 PayPal 就是一場苦澀的成長。他學會了一個血淋淋的現實：你可以擁有願景，但沒有人會無條件相信你。要改變世界，你不只是得有主意，還得懂合作、懂妥協、懂掌控。這段經歷在多年後影響了他對 SpaceX 特斯拉高管團隊的挑選方式。他不再輕易放權，也再也不願在關鍵技術上讓步。他不想再有坐飛機時丟掉公司的感覺。馬斯克最瘋狂、最孤獨、最接近破產與失敗的一段人生。Space， 他把所有的積蓄投入到一家造火箭的公司，而他根本不是火箭專家。這不是理性投資，是一場明知有90%會失敗，依然往火坑裡跳的賭局。而這場賭局改變了全球航天史。時間是2002年 ，PayPal 剛剛被 eBay 收購，他開始研究一個當時幾乎沒人認真討論的話題——火星移民。他花了整整幾個月的時間研究火箭推進劑、軌道力學。他不是航天專家，卻買來上百本書啃，甚至給 NASA 的前工程師發郵件請教。他說：“我不是因為覺得火箭好玩才做 SpaceX， 我是真的擔心，如果人類一直只待在地球上，我們的文明遲早會毀滅。”講到這裡，我們可以說，馬斯克的瘋往往來自一種冷靜的長遠思維。別人看未來3年，他在看未來300年，這是他的可怕之處。他一開始並不是非要自己造火箭，他去俄羅斯想買一枚退役的洲際導彈，對，就是蘇聯留下的那種。但對方獅子大開口，要價太高，還不尊重他。你們是搞互聯網的，不懂別瞎摻和。馬斯克當場拍桌子離開飛機，對着隨行的工程師喊：“我們乾脆自己造一枚好了。”這句話就是 SpaceX 誕生的起點。
SpaceX 創立初期的目標是製造低成本火箭，傳統航天製造商一枚火箭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它要把價格砍到極限，同時保持可重複使用。他成立公司後，挖來了大批 NASA、波音、洛克希德馬丁的工程師，把整個火箭設計、製造、測試過程像寫代碼一樣重構，所有零部件自己做，避免外包成本，用硅谷快速試錯的思維來做設計，失敗，改進，再試，失敗，再失敗。他們研發的第一枚火箭叫獵鷹1號，從2006年到2008年連發3次，全失敗。第一次失敗，氧氣泄漏導致火箭在起飛幾秒後解體。第二次失敗，一級與二級分離失敗，火箭打到一半就失控了。第三次失敗看似成功，但卻在最後幾分鐘發生姿態偏差，衛星未能入軌。這3次失敗幾乎讓 SpaceX 走向破產。馬斯克後來回憶說，那段時間我連給員工發工資的錢都快沒有了。這3次失敗對馬斯克是毀滅級打擊，他幾乎賠光了所有的身家，還欠了一屁股債。但他堅持再賭最後一次。他說：“我不能讓 SpaceX 死掉，我寧願自己死了。”這句話聽着像英雄主義，其實背後是極致偏執。他把 SpaceX 當作人類文明的火種計劃，不是生意，是信仰。2008年9月28日，獵鷹1號第4次發射。那天全公司的人都站在控制室裡，有人戴耳機，有人低頭祈禱，有人眼眶發紅。火箭點火、升空、一級分離、二級推進，每一個步驟都走得異常穩定。最後，火箭將有效載荷成功送入軌道。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枚由私人公司完全研發製造的液體燃料運載火箭入軌成功，全場沸騰。SpaceX 不再是個狂人的玩具，它成為現實。這一刻是馬斯克人生的第2次鳳凰涅槃，這次不是賺幾億美元的問題，而是創造了一個新行業——商業航天。NASA 的合同救了 SpaceX 一命。發射成功不到2個月 ，NASA 給了 SpaceX 一份16億美元的運輸合同，讓他們為國際空間站運送貨物。這份合同就像雪中送炭，徹底拯救了 SpaceX， 也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把航天任務交給私營公司。馬斯克的賭局贏了。為什麼 SpaceX 能活下來？不是因為運氣好，也不是因為馬斯克有錢燒，是因為他是瘋子。但每一步賭局背後都有科學推理。他失敗3次後還能保持理性而不崩潰，他能把信仰轉化成現實推動力。別的富豪捐錢搞公益，他直接造火箭改變行業。特斯拉電動汽車被評為有史以來最安全的汽車。他不是造車世家出身，也沒有底特律的人脈，卻在全世界最難啃的行業裡，用一輛車攪動了百年汽車巨頭的神經。他做的不是造一輛車，而是讓人類進入一個電動時代。時間回到2004年，特斯拉這家公司其實早就有2位工程師馬丁·艾伯哈德和馬克·塔彭寧創立。他們想做一件事兒，把鋰電池用在高性能跑車上，挑戰傳統燃油車。馬斯克在看到這個項目後，立刻投了630萬美元，成為特斯拉的董事長。他不是創始人，但他一進來就像暴風一樣改寫了整家公司。他說：“我投資不是為了當股東，我要確保這個夢想能實現。”馬斯克的投資方式非常有侵略性，他不是給你錢你去搞，而是我跟你一起下水。他投資的不只是項目，而是自己參與改變的機會。他们的第一輛車叫 Tesla Roadster， 它是基於蓮花跑車底盤改造的一輛電動超跑，100公里加速僅需3.9秒。背後的研發過程幾乎是一場血淚拉鋸戰。有人回憶說，他經常凌晨3點給工程師發郵件，質問為什麼還沒解決這個 bug。他是那個逼每一個人做到完美的技術狂徒。也正因為這種控制欲，他和公司創始人發生嚴重衝突。2007年，馬斯克終於撕破臉，通過董事會運作，把創始人馬丁·艾伯哈德請出了公司，自己接任 CEO。這是他人生中第2次奪權，第一次是 XCOM 合併時失敗被踢出局，這一次他徹底掌握了特斯拉。很多人批評他不講情面，但回看結果，他確實做成了別人不敢做的決策，用極端風格扭轉一家走向崩潰邊緣的初創車企。你可以說他狂，可以說他傲，但他確實帶領特斯拉擊穿了100年汽車行業的鐵幕。
這是一個全新的平台，推特應該是言論自由的廣場。當馬斯克在2022年4月發出這條推文時，整個互聯網炸了鍋。這句話不是隨口說說，而是一場世紀收購戰的開場白。那年，他以440億美元買下了推特，這不只是科技史上的重大事件，這更是一場關於自由、權利、社交媒體未來的巨型試驗。成為社交平台，就是當代信息戰的武器。馬斯克意識到，誰掌握輿論平台，誰就能掌控敘事節奏。Twitter 雖然規模不如 Facebook， 但在精英圈、政界、媒體界極具影響力。這是個能制造話題、引導風向、扭轉形象的輿論發動機。這不是簡單的商業操作，而是馬斯克為自己在全球敘事中爭奪主導權的一步棋。諷刺的是，馬斯克本人也是科技巨頭，但他經常批評蘋果、谷歌、Meta 壟斷用戶数据，打壓競爭者。收購推特是他自立门戶的體現。這場收購從一開始就極具戲劇性。2022年4月，馬斯克宣布收購推特，隨後突然反悔，以虛假用戶數太多為由試圖退出。推特董事會一紙訴訟把他告上法庭，最終在壓力下完成收購。收购完成後，馬斯克第一時間進入推特總部，之後的操作更是雷厲風行，解雇了整個高層管理团队，解雇了70%以上的員工，包括審核、安全公關部門，開始收費8美元認證系統，引發大規模冒名賬號混亂。收購推特是馬斯克人生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一次行動。這是他首次直接掌控一個全球輿論工具，將技術與意識形態、資本與價值觀全面綁定。從造車到上天再到社交網絡，他不是在經營公司，而是在設計新世界秩序的某種雛形。他用一句話總結這一切：我是為人類未來下注的人。馬斯克如何在人工智能、腦機接口和火星移民這3條終極賽道上再次顛覆世界？火星不是夢想，是目的地。2001年，馬斯克還只是一個成功退出 PayPal 的互聯網富翁，在大多數人都為他是否還會創業爭論時，他卻在思考一個幾乎瘋癲的問題：為什麼 NASA 還沒把人送上火星？這不是假設，他真的想過要自己送點綠植去火星，為人類移民做象徵性的一步。於是2002年 SpaceX 誕生了。2020年，載人飛船將 NASA 宇航員送上國際空間站，成為歷史首個民營載人航天成功案例。在 AI 上呢，2023年起 SpaceX 啟動超重型火箭 Starship 的測試目標就是1火星。馬斯克明確提出，未來幾十年內我要將100萬人送上火星。他不是在做科技產品，他在製造一張逃離地球的船票。他看到人類文明的脆弱性，選擇用工程來買時間。Neuralink 把大腦上線。你可能認為 AI 已經很瘋狂了，但馬斯克的腦海裡還有更科幻的願景。馬斯克認為人工智能將不可避免地超越人類智力，唯一的出路是人腦本身也要升級。於是他提出打造一種可以植入大腦的設備，實現人腦與計算機的高速通信一腦機接口。2024年1月 ，Neuralink 首次在人類大腦成功植入芯片。受試者 Nolan Arbol 因車禍癱瘓多年，但在手術幾周後，他已經可以用意念移動電腦光標，甚至玩國際象棋。馬斯克興奮地宣布，人類史上第一次思想可以直接影響機器。當然，這項技術遠未成熟，關於安全性、倫理爭議，甚至讀心術的擔憂層出不窮。Neuralink 並不是治療工具，它更像是人類升級補丁。馬斯克要讓人類自己變成下一代超級智能體 AI 戰場。馬斯克的反叛與復仇。2015年，馬斯克是 OpenAI 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但幾年後他退出董事會，並對 OpenAI 的方向猛烈開炮。OpenAI 現在已經不 Open， 也不為 AI 了。2023年，馬斯克創辦 xAI， 發布聊天機器人 Grok。馬斯克是 AI 世界的離經叛道者。他不相信好心的 AI， 也不迷信中立算法，他要親手打造对未來有話語權的超級智能。在聚光燈之外，馬斯克有着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家庭，媒體常常稱他為科技教父。馬斯克的教養理念毫無傳統影子，他甚至自己開了一所學校 Ad Astra， 意為通向星辰。
我覺得這所神秘學校最早在 SpaceX 內部建立，專為馬斯克的孩子與少數精英子女設立，之後演化為 X 學校。在這裡沒有年級分層，沒有標準課程，孩子們學習編程、火箭工程、AI 原理，甚至哲學問題。馬斯克說，我關心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成長過程中，馬斯克在父親身上體會到了控制情緒冷暴力、道德矛盾，他決意不重蹈覆轍。但在教育方式上，他與父親又有某種驚人相似，強調獨立，強調理性，強調世界，並不溫柔。這種帶刺的關懷體現在他對子女的教育中，沒有寵溺，沒有規避難題，而是鼓勵他們與現實正面交鋒。在 AI 火箭、電動車之外，馬斯克在孩子身上實驗的是理念的傳承。他不想讓孩子繼承他的公司，而是希望他們繼承思維方式。對年輕人來說，馬斯克的最大價值不在於你也能成為下一個他，而是告訴你做你相信的事兒，然後狠狠堅持下去，哪怕沒人看好。在這個追求短平快的時代，他用一生去解一道長期主義的難題。也許我們不必變成他，但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一件事：真正有力量的人，往往一開始都像個怪人。我是南風，我們下期再見。